嗨，歡迎回來，我是驢子。經過3年的等待，現在在我手上的就是蘋果最新旗艦藍牙耳機 AirPods Pro 3。那今年 AirPods Pro 3的本體，從外觀上來看，好像跟過往長得差不多，甚至在單體尺寸以及 H2 晶片上，也都跟 Pro 2基本相同。不過，身為蘋果睽違3年的更新大作，它只是看似不變，實際上整個大改。這代最大的看點之一，就是蘋果在 AirPods Pro 3喊出了這代的降噪效果已經做到了上一代 Pro 2的2倍，更是第一代 AirPods Pro 的4倍。不止如此，在耳機架構上，裡裡外外，蘋果做了很多微調，像是蘋果在矽膠耳塞外圈加上了全新泡棉材質，進一步提升貼合效果，不管在聲音或是佩戴體驗上，多少都有幫助。而在聽感上， AirPods Pro 3這次用上了全新多孔聲學結構，並且加大了氣孔面積，也做到了更精準的氣流控制，來提升聽感表現。並且，身為接下來2-3年藍牙耳機的旗艦標杆，蘋果也一次補足了，包括使用上更無憂的 IP57防塵防水，還有剛剛更新在 iOS 26.1上登場的 Apple Intelligence 即時翻譯，以及很受用的助聽器這些加分項。在未來性上，蘋果更是首次加上了心率感測。對習慣戴耳機運動的朋友來說，也是個好消息。那另一個好消息，我們一樣找來我們的好朋友，來自宇宙系專業耳機頻道數位宇宙的陳武。嗨，我陳武啦 ，AKA 耳機公道陳博。相信不少觀眾應該已經看過我蠻多次哦。這一次 AirPods Pro 3這個主題我也講了3回。那次既然可以來到幫你那邊玩耍，就講一些更細、更深入的內容吧。好，我們歡迎陳武跟大家細細解密一下。這次 AirPods Pro 3在聽感、降噪上到底表現如何？那準備好，那我們就開始嘍。我們還是先從外觀看起，那我一樣只講重點，不浪費大家時間。首先，我們來看充電倉，可以看到 AirPods Pro 3在造型上依舊是維持相近的設計風格，不過整體比上一代變高也變寬了，整個大上了1小圈。右側一樣有掛繩孔。底部則配置了 USB-C 接孔與喇叭開孔。有趣的是 ，AirPods Pro 3充電盒正面的指示燈從 LED 開孔改成了隱藏設計，打開上蓋或是充電時，燈就會亮。平常沒有用的話，充電盒看起來就像是沒有開孔一樣，一體感相當不錯。所以，如果你想要快速區分2代跟3代，這次有個簡單的小方法，就是我們翻過來，你看，蘋果在 AirPods Pro 3上拿掉了充電盒背面的配對按鈕。那現在要怎麼配對呢？很簡單，現在要配對的話，我們只要把充電盒打開，然後在正面中間的位置給它敲2下，你看，它就從綠燈變成白燈閃爍了。現在你就可以開始配對你的 AirPods Pro 3了。不過正常來說，你首次打開充電倉時 ，iPhone 上也就會有配對彈窗了。而在耳機本體上，這次 AirPods Pro 3同樣採用了相同風格的喇叭牙設計。那你知道喇叭牙進化會變什麼嗎？口袋花。你竟然知道？我還知道下一些是大實花嘞。那你知道還有另一朵花38花，就是 Black Friday 要來了。Casetify Black Friday 會是今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那我也發現了幾款花 Happen 的周邊，從用上全新 Dual Lock 邊框強化結構，降低分離可能的強化防摔手機殼，到手一翻，反過來就能當鏡子使用的鏡面手機殼。甚至 AirPods Pro 3、AirPods 4保護殼以及卡套支架的各種周邊都能找到5花8門圖案，這就是 Casetify 過往幾千款印花的威力。重點，這2個系列都有 Casetify 經典的鏡頭環立架設計。你看，只要把這裡拉開，瞬間就變成手機立架，不管是橫着放桌上追劇，或是直着看 Reels， 立着自拍都可以。鏡面手機殼要直接當成鏡子補妝，好像也不是不行。最後都提到，這是 Casetify 今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肯定要好事發生。不管你要選有花的還是沒花的，只要透過幫您觀眾專屬連結，就可以做到1件85折、2件75折、3件7折。重點，4件以上直接65折優惠，基本上就是找朋友一起湊最划算。對 ，iPhone 16以下的機型最低6折起。有興趣的朋友，我把連結放在置頂留言。看回喇叭牙，不是啦。看回 AirPods Pro 3，如果我們拿出前代比對的話，可以看到 Pro 3耳機本體明顯大了一些，耳柄也來得更粗。而在佩戴上 ，AirPods Pro 3重量也多了一些，來到5.55克，
但其實不太會有變重的感覺，並且因為這次蘋果在 AirPods Pro 3的本體上採用了更加貼合耳廓內壁的曲線設計，再加上全新的泡棉耳塞，所以在佩戴上會比先前都來得更穩。你看，即使是頭這樣甩，耳機也不會掉哦。除此之外，因為這次用的是泡棉耳塞的關係，所以蘋果在 AirPods Pro 3的盒裝內就直接附上了總共5種不同尺寸的耳塞，主要多了一組更小的 XXS。對於耳道比較窄的朋友來說，小1號在長時間佩戴上會比較舒服一些，建議去花一些時間試一下你比較適合哪一組。不過我好奇，你這次整體戴下來，跟你最新玩過的各家比起來，表現怎麼樣？那因為 AirPods Pro 3形狀改了，然後又換上了新的泡棉耳塞嘛？沒錯，它的形狀變得更接近 AirPods 4了，就像你跟我很像一樣。所以進入耳道的角度會更直接，讓腔體塞得更深，佩戴感跟 Pro 2有點區別，這是第一點。那第二點，新的泡棉耳塞是用內海綿外矽膠的結合，用上了雙料射出成型技術，能增強隔音性，又比純的海綿套舒適。未來應該有蠻多品牌會跟上，但是它耳塞內的海綿體應該還是會比較腫脹啊，所以我個人是要戴比之前小1號才會戴得舒服。總體來說 ，Pro 3跟 Pro 2的佩戴感是有蠻大的差別。那我是跟 AirPods 4 ANC 对比哦。那因為 ANC 其實也已經很舒服，而且降噪也已經很不錯了。對 ，AirPods 4則擁有半入耳式的優勢，雖然說腔體塞得更進去，但因為它少了耳塞堵住耳道的異物感嘛，所以舒適性是很高的。前提是你的耳型要跟它合哦。像 Pro 3這種入耳式，你戴着覺得不習慣，還有辦法使用換耳塞的挽救大法。半入耳式，萬一你戴的就是會掉出奶哦，那沒得挽救。因此，在車界都會宣導試車的重要，耳機界同樣如此，試聽試戴很重要，不用覺得不好意思哦。那你跟我要試一下哦。對，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這次 Pro 3在佩戴的時候，耳柄尾端會是懸空，不像前代會是直接貼在臉上。還有個好消息是，今年的 AirPods Pro 3從上一代的 IP54防塵防水，進一步提升到 IP57的規格。除了可以做到基本防塵外，也可以通過水下1公尺30分鐘的浸泡測試。那比如說遇到下雨，或是你揮汗如雨 ，AirPods Pro 3基本不用擔心。此外 ，AirPods Pro 3同樣採用耳柄控制的互動邏輯，可以滑動調整音量，或是短按播放、暫停，長按開通透、開降噪等等。話說，在 iOS 26之下，你到設定裡面就可以看到相機遙控器的設定選項。打開來後，你就可以直接用 AirPods Pro 3隔空遙控相機。比如說你在很遠的地方想要自拍，那這時候你只要按下耳柄，耳機就會開始倒數拍照或是進行錄影。然後你還可以選擇要按一下還是長按來控制，用不到的話你也可以關閉。而且不止 Pro 3能用，之前的 Pro 2跟 AirPods 4也都支援。不過目前只能把 AirPods 拿來當成快門按鍵用，沒有辦法結合滑動去切換模式或是做更多互動等等，這點有點可惜。接着，我們進入到 AirPods Pro 3最大的重點——聲音體驗。這次 Pro 3在規格上比較大的改變，主要有3個。第一，受益於 AirPods Pro 3全新的曲線設計，搭配上新款泡棉耳塞，在佩戴上會更加深入，貼合耳道，所以在物理抗噪效果上會比前代略有提升。我知道你現在在想什麼，這個耳塞可以向前相容嗎？答案是不行哦。因為 Pro 3這個耳機導管比較長，所以這個海綿耳塞目前就是 Pro 3專用，沒有辦法向下相容。第二個改變是 AirPods Pro 3採用了全新低噪麥克風，所以不管是在接收環境音或是降噪效果上都有所提升。最後 AirPods Pro 3在聲學結構上也加大了氣孔面積。那在體驗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通透模式中，實際聽到的聲音相比起前代會更沒有隔絕感。此外，這次不只是氣孔變大，蘋果也重新最佳化了耳機腔體內的氣流控制。根據官方說法，在低頻和音場上都會有所改善。不過 AirPods Pro 3在其他核心規格上，包括長衝程動圈單體儀、放大器、H2 晶片，這些都跟前代相同，並且還是維持 AAC 編碼。蘋果編碼真的該升級了吧？而在降噪設定上 ，AirPods Pro 3擁有什麼都不開，可以聽到外界的通透模式，系統會自動調整要開通透還是開降噪的適應性模式，以及全程開啟降噪，總共4檔。那自適應的音量是可以在設定裡面手動調整的，不過在預設之下，蘋果本身就已經調得不錯，沒有特殊需求的話，不用手動去拉，整個切換還是相當自然的。
當然 ，AirPods Pro 3也有我很推薦的對話感知功能。簡單來說，只要你開口說話，系統就會自動切換到通透模式。當你聽到對方的聲音，然後馬上降低音樂的音量，那你不講話之後，就會自動恢復降噪，完全不用把手抬起來手動切換。好了，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聽感。那這次在 AirPods Pro 3的硬體上，你還有什麼要補充嗎？那因為我們這次剛好有 AirPods Pro 3、Pro 2，還有 Full ANC 可以一起來聊聊。硬體部分，我覺得驢子你刚剛已經講得很細了，我直接聊它的聽感好了。上代 Pro 2的聲音許多人會說是白開水，其實白開水可以換成2種說法。首先是3頻均衡，沒有哪個頻段特別突出；再來是沒有什麼陰染，也不會說偏暖或偏冷，所以中性白開水不算壞事，在藍牙耳機上甚至很難得。AirPods 4也同樣如此，只是差在半入耳式結構會讓低音散掉而已。那這一次 Pro 3的變化在於低音變得更多，蘋果似乎有意在逐代增強低頻，但他們很聰明的增加在極低頻段，與一些音響品牌進行的做法不謀而合。萬一你是加在中低頻，而且加太多，容易掩蓋掉中頻，甚至變得很轟。Pro 3就不會。它還有個變化是提升了部分中高音，讓人聲的唇齒氣息聲更明顯，又不會到刺耳的地步，聽起來會有變清晰的感覺。主要是在先前白開水的基礎上改變這2點，所以官方說的低頻改善有的下潛更好了。至於他們說的音場變化嘛，就不是那麼明顯咯。總結，調音有變，提升有限。那如果是降噪呢？這次蘋果不是說這次的降噪是2代的2倍，然後是1代的4倍嘛？那你自己聽起來如何呢？降噪部分反倒是我的預測被蘋果啪啪打臉。本來覺得 H2 晶片沒變，就算有新的低噪麥克風，升級感應該也不強吧？猜測都是靠海綿塞的隔音去扛。實際上3代的降噪就是有感進化，低頻與中頻噪音抑制都非常到位。所以說小孩哭鬧那種高頻穿刺聲，你戴 Pro 3或許擋不住，還可能引發一些連鎖反應什麼的。但強度果然是目前的第一梯隊哦。官網沒亂吹，能跟它並列的大概只有米國 Boss 的。那我們剛好手上2代、3代都有，這邊也順便來一段實測。This world I see it calls to me. I hear its voice, make my choice. This world I see it calls to me. I hear its voice, make my choice. Yeah. This world I see it calls to me. I hear its voice, make my choice. This world I see it calls to me. I hear its voice, make my choice. Yes. 我們這邊也來一段通透模式的實測。This world I see it calls to me. I hear its voice, make my choice. Yesterday it swept away. Why don't we chase our dreams in this moment?
We could be evermore, ever. 講完音效，最後我們也來聊聊這次 AirPods Pro 3手勢支援的心率偵測功能。這是蘋果在耳機內側塞了一組心率感測器。其實，在耳機上做心率感測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耳機剛好就是有貼在皮膚上的特性嘛。只是蘋果也跳進來做，讓 AirPods 成為健康偵測的生態延伸，其實也是蠻有趣的。搭配上新的設計，更不容易晃動，所以也才為 AirPods 搭上心率偵測留下了可能性。那透過 AirPods Pro 3上面這組心率感測器，你除了可以透過健康 App 看到目前的心率之外，你也可以搭配健身 App 進行監測。像是我這邊點室外跑步，你看，就算沒有帶智慧錶，系統也能偵測到我的心率。對於基礎用戶來說，也算是蠻實用的功能，並且，你就算只帶一邊，心率感測器也是能正常運作的哦。話說，如果你同時佩戴 AirPods 跟 Apple Watch 的話，這樣身上等於是同時有多組心率感測器在偵測。所以蘋果特別打造一套算法，系統會同時調用耳機跟手錶進行心率感測，並且最終以一組最正確的數值呈現。那經過我們實測，同時戴上 AirPods Pro 3跟 Apple Watch Ultra 3，再打開健身 App 去看心率數值，偵測出來的數據其實相當接近。除此之外，這次 AirPods Pro 3也加入了 Apple Intelligence 主打的即時翻譯功能，只要長按左右的耳柄，就可以快速開啟即時翻譯。比如說，你正在看全英文演講，那耳機卻直接翻譯成中文，還會念給你聽哦。重點，如果搭配 iPhone 的話，你也可以在手機上直接看到翻譯的文字逐字稿。對了，蘋果的即時翻譯是支援離線使用的。比如說你在國外獨旅沒網路，那翻譯功能這時候要問一些小問題就很好用了。目前 AirPods Pro 3的即時翻譯總共支援9種語言。對，這個功能就跟助聽器一樣，蘋果是有向下相容的，前代也能用，沒有獨占。話說 AirPods Pro 3升級了 YouTube 超寬屏晶片，所以要是找不到耳機，搭配上尋找 App， 在偵測物件的範圍、精準度以及指向性就會來得更好。最後，我們來聊聊 AirPods Pro 3的續航。這代 AirPods Pro 3的續航時間提升蠻有感的，從上一代的6個小時提升到了8小時。不過在搭配充電艙之下的整體續航是下降的。雖然這次充電艙大上了1圈，但實際上重量卻輕了將近7克，內部搭載的電池變小，所以整體續航從上一代的30小時變成了24小時。那我們這邊也實測，在開啟降噪、音量40%之下，連續串流 YouTube MV 1個小時，大約耗掉9%的電量。而在通話表現上，我們這邊也提供一組聲音測試讓大家參考。Hello， 你現在聽到的是 AirPods 4 ANC 的通話測試，我的聲音聽起來如何呢？Hello， 你現在聽到的是 AirPods Pro 2的通話測試，我的聲音聽起來如何呢？ Hello， 你現在聽到的是 AirPods Pro 3的通話測試，我的聲音聽起來如何呢？好，節目來到了尾聲，那成武，你自己怎麼看今年這次的 AirPods Pro 3？像我剛剛比較多是在聊 Pro 3的音質面嘛，它是耳機發燒友會在意的點，但對於大家來說，音質只是考慮耳機的其中一環而已。我就覺得撇開聲音風格變化 ，AirPods Pro 3這次的進化幅度夠大，八門齊開。以果粉生態系來說，我陳博願稱它為最強，沒有之一啦。整體來說，我自己玩下來覺得很明確。如果你就是在 AirPods 這個賽道裡面選擇，我自己目前覺得就是在意佩戴體驗 ，AirPods 4 ANC 優先。那要最強降噪和周邊功能，那才上 AirPods Pro 3。那基本上 AirPods Pro 這個系列已經出到了第3代了，基本上每一代的結論都一樣，沒理由去買前一代。那在期待上，我覺得蘋果下一代真的該好好考慮高碼率串流的問題，並且居然還是 H2， 這點也是令人意外。看來 H3 應該是有些大招。好啦，本期節目就先到這裡。這集我們也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帶來最多內容，也再次感謝數位宇宙的成武來幫你這邊做客，也記得去訂閱數位宇宙啦。我是驢子，我成武啦，我們就下次再見啦，拜拜。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不要忘記訂閱邦尼，並且打開小鈴鐺，及時收到我們最新的評測通知。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們。如果還有其他問題，別忘了底下留言。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嘍。